还记得游戏中初次来到四季阁门口，我就一直很好奇，右边伫立这尊雕像究竟是何方神圣。我想，这人居然跟里尔并列，那想必是一个重要程度与其比肩的人物吧。结果直到游戏结束，也没有明说雕像的身份是谁。但我是何许人也？为了磕 CP 去脑补一堆细节，然后出影片，游戏没有告诉我是谁，我还不能自己推理吗？我告诉你，光凭外观他这个样子，我甚至可以跟你瞎掰他是林正英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显然游戏中还给出了其他暗示，制作组正对着玩家疯狂眨眼，来悄咪咪地告知我们，他的真实身份绝对不是林正英，而是另有其人。那么他究竟是谁呢？是鸟？是飞机？不是新昆仑大侠易公子。好啦，真相真揭晓了。那喜欢我影片的观众记得订阅我。今天就这样子啦，拜拜拜。才没有始终还没水过，怎么能结束呢？那事不宜迟，咱们赶快进入水影片，我是说证据提交环节。其实乍一看，羿的形象就依现实中普通的道士，黄袍十分常见的造型，但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点。首先，黄袍，纵观全剧，我们会发现衣着为黄色的角色似乎只有羿而已。人物造型除去太阳们，不管是游戏中的人物，还是混元问劫中出现过的科学家，亦或是赤足自己的官方人物形象，大部分都以绿色为主基调。另外，在美术集有提到，方士袍是古蓬莱方士常见的穿着，它宽松的剪裁，除了方便在进行实验室活动，也能提供基本的防护功能。羿特别选择鲜黄色作为方士袍的主色调，更显现他不受拘束、我行我素的气质。这侧面说明了黄袍子是个特别的服饰特征，并不是常见形象。再来，这座雕像还有一个特别之处，那就是胸口处的绿色圆盘花纹，刚好能够对应羿胸口的圆环装置，而面部两侧各两撮毛，也符合羿的长相。综上所述，外观层面上，这个雕像与羿十分符合。那如果这座雕像是羿，我们就有个新的疑问：羿何德何能够与里尔并列？是因为他在科学上的研究成果，或是因为他是永生炉计划的提出者？以上皆是可能的答案，但我更倾向于这座雕像实际上不是羿，或者说不是现在的羿。这座雕像是根据里尔被记载下来的言行建造而成。首先，我们都知道，壮年的里尔很早就见过羿了。我们每次被古树吸进去，就能看到他在背后喃喃自语。我们跟着他的讲解操作，最后他看一遍就学会了这些战绩。里尔，天哪，这是我可能做到。羿，是这样做吗？里尔，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对于壮年里尔，他大概只会觉得这是一场神奇的梦。当别人问起方士战记是如何研发的，他便将神秘人于梦中倾囊相授的事情说出来。于是，这位在梦中与里尔对练的神秘黄衣方士，他的传说就这样广于流传民间。往后，里尔被神化成神明，这位黄衣方士就是古代所有圣人都有的起源故事。不过补充一下，游戏中只能证明里尔很早就见过羿。至于里尔有没有将羿的情况说出去，很遗憾我没有找到相关证据。唯一最相关的就是鸡的房间里的唱片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。虽然这应该是募资者提供的录音，本质上是作为彩蛋，可是提供录音的时间点是在游戏测试 Beta 3之后，这时候玩家对9日的剧情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。或许这就是某位玩家他模仿里尔口吻留下讯息。可以说，如果抛开场外因素，我们能够把这当作是里尔跟鸡提及过羿的证据。
那根据以上的证据统整一下这座雕像的来历后，我有个自己推论出来的小故事。当年李尔为了对抗结国，发明了方士战记，而关于这方士战记的来历，传说是李尔于梦中与一身着黄袍方士交流完善的。在民间信仰中，这故事被视为李尔接受到上天旨意，顺应天命，救苍生于水火。但根据后世学术界推断，这位黄袍神秘人或许是李尔发明的人工智能机器人，藉由与其对练，从而发明出方士战记。也有史学家指出，这可能只是一种文学比喻，是指李尔被启蒙的起点，象征科学不是无中生有，而是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启发后人。在多年以后，一位一心向往科学的少年，从信仰虔诚的家人口中听闻这个神话传说，对宗教嗤之以鼻的他，选择相信这位神秘黄袍人是李尔对启蒙自己的起点隐喻。于是他披上张扬的黄色道袍，意欲承先启后，是要将李尔时代辉煌的科学重现于世。只是他不知道，为科学、为理性身披道袍的他，竟成了这些神话传说的源头。会想做这期影片，主要是我自己也好奇这座雕像的来历很久了。虽然并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，但也收获很多有趣的细节。比如机房间的唱片在募资阶段是被称为黄金唱片，名称应该是参考现实中收录地球精选资讯的航海家金唱片。唱片内容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讯息，有机会再做一部影片讲讲。最后再说说关于我自己总结的小故事，虽然只是杜撰的，但我是秉持着游戏主旋律道朋克创作出来的。道朋克不仅仅是道教与科技结合的表象，它更是一种视角转换、融合，在神话与未来、信仰与科技、感性与理性间流转，它们之间不是对立，只是一体两面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回到选帖上说，如果做了一个科技物，这个东西他自己觉得是一个科技的代表，可是最后他送给了妹妹，然后妹妹又是一个自然的代表，然后妹妹看待选帖的方式跟他完全相反。道朋克其实就是道跟朋克之间在冲突嘛，两个空间拉出的距离就有很多讨论的东西。对，什么叫自然，什么叫进步，什么叫做人为，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们有时候冲突，可是也有交融的部分。没错，我们就是想要做一个庄周梦蝶的这一个蝶带到我们的世界里面来，但是就偏偏要赋予它一个说，其实是科技产物，就觉得这个后面能带出来的想象就会很有趣，可以在里面玩一些故事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，觉得我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可以在留言告诉我。之后会再制作其他类型的影片，可以先订阅起来，等我以后更新的时候就可以给你一个惊喜啦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啦，拜拜拜。